说起新世纪运动，你可能很陌生，但我一提到瑜伽、冥想、能量疗愈、开发潜能、素食，这些都是新世纪运动的产物，你就知道啊，新世纪运动它所覆盖的是多么的广泛了。而且啊，它就在我们的身边。那么新世纪运动对于我们的信仰生活有什么潜在的影响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揭开新世纪运动的神秘面纱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九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带你了解更多灵界奥秘。新世纪运动是这个世界迷惑最大的一个运动，起源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。到了80年代，它突然兴旺，是因为在1987年8月16至17号，太阳、月亮的轨道与8大行星中的6大行星排成了一个大三角。所以啊，在80年代出现这个星体运动的大三角以后，新世纪运动就开始兴盛了。这说明它的运动跟天体的运动有关系，也就是说，是二重天的使者排列成一个位置的时候，启动了某种属灵通道，导致地上的这个新世纪运动突然兴盛了。新世纪运动不是宗教，虽然说没有组织，也没有信条，可是却能渗透很多阶层，包括心理学、商业培训、医疗，甚至教会，任何一个体系都有它的渗透。从外表上看，我们以为它是从印度教传到西方而产生的一些现象，可是你把根源挖一下，你会发现它跟西方的玄学甚至邪教的很多思想和运动是很相似的。所以说明一个问题，它的渊源比这些还要早。从思想层面，它把东西方所有古老的、现代的、属灵的和不属灵的宗教体系全部融合在一起，甚至把现代科学也融在了一起。它吸收了世界所有宗教的灵感，包括了犹太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印度教、民间宗教、佛教、道教等等，还包括了心理学、生理学、科学、量子学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它包含了所有一切的宗教思想，甚至包括了神秘学、异教学、诺斯底主义、普世主义、东亚宗教和印度宗教等等。它在学术层面呢，覆盖的就更广了。小伙伴们曾经有没有玩过塔罗牌，包括一些法术、护身符、黑魔法、白魔法、巫术、萨满等等，这些啊都叫做神秘学。还有灵性疗法、芳香疗法、音乐疗法、水晶疗法、能量治愈，这些全部属于灵性知觉运动。所以现在很流行的，有人就会向你们推销石头，说它有能量疗愈的作用。你可以买石头，可是你要分辨源头是从哪里来的。而从商业领域呢，它发展出大量的商品，各种的文学、经济、商业、新时代的书籍、音乐、手工艺品，这些啊也都在商业的领域。那在音乐领域，它就更加的火了。小伙伴们，它的音乐你听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给你的感觉是很宁静、很安逸、很舒适。它的目的呢，是想要营造一个大自然的环境，营造一个宇宙的空灵空间的感觉，然后啊，就让你觉得好像心平气和了，你的频率可以跟宇宙的某一个频率接上轨道。所以很多新世纪疗法都说它能治病，因为通灵就能治病嘛。它还会谈很多冥想啊、打坐，如果玩音乐的小伙伴肯定会喜欢的 Secret Garden神秘花园，这里面很多的音乐就是灵性知觉运动的，是著名的灵性知觉大师创作的音乐体系。那么这个新世纪运动，它为什么要在各个行业和领域有这样深的渗透呢？其实啊，新世纪运动主要想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单一宗教、单一政府、单一经济。我们大家都说，这个统一宗教来了没有啊？很多人我们还在猜想天主教会来做统一宗教的头，不是的，其实啊早就来了，就是这个新世纪运动。因为它将所有的政治社团、银行业的经营理念、世界基督教的各种宗派、神秘宗教、卡巴拉主义、圣殿骑士团、共济会、通明神学、
埃及、印度、波斯、希腊神灵、巫术、魔法、心理学、量子力学等都融会贯通在这里面了。新世纪秩序运动的目标只有一个，把所有宗教融在一起，甚至想把政府也能够融合在一起，成为将来的单一政府、单一经济。小伙伴们，我们都知道他的目标很简单，他要配合末后敌基督的体系。说起新世纪运动发起的人物，我们就要来讲一讲1960年70年代，一个印度大师马哈里斯，他在美国举办了一场叫做超觉静坐运动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超越心理学、超越人本主义、超越科学的一个静坐运动。那发起了这个运动之后呢，他就开始用新世纪的这些技术来研究灵界的事情。那慢慢的呢，因为这些东西它通灵啊，人就容易被吸引，所以就很容易流行起来，被接纳，甚至还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部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新世纪运动的主要信念。其实啊，他的信念是泛神论，意思就是说人有神性，人有无限的潜能。他认为这个世界是没有绝对真理和道德的，所以啊，这就是宗教大一统的核心思想。因为有印度教在里面，所以他相信灵魂永恒，相信轮回，但是又不相信灵魂的存在，所以这是很矛盾的。在他的理念里面呢，你还会看到人道主义理念，就是全人类都要觉醒，不需要超自然的帮助，只需要你懂科技技术，你就可以慢慢的在这个地上建立天国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它有玄学的神秘色彩在里面，认为所有的自然灾害是因为神秘力量引发的。那么人是可以修炼的，人只要修炼修养到一定的程度，你的意识可以提升，你就可以脱离这个地球，甚至可以脱离灾难，进入所谓的新纪元。他们还认为耶稣是个伟人而已，不承认他是神，只是说每个人里面都有神性这样的无稽之谈。人怎么变成神呢？你说你要开悟，所以他们不认为人是有罪的，也不需要救恩。一说到人没有罪啊，很多人就会接受他，你没有罪，你做什么都可以。其实这个就导致后来我们看到灵性知觉运动的这些人物里面啊，很多人是赞同同性恋、性滥交、换妻换夫等等罪恶的行为，就是混乱。在性方面是混乱，在思想方面就更混乱了。那么第三点呢，他认为真理不是绝对的，是相对的。我们知道神才是世界的中心，是最伟大的那一位，而且真理是绝对的，并且是存在的。你会常常听到他们在宣扬一些理念，说要有自爱、自信、自尊，你不能有内疚，但是呢，你不需要分别善恶。他最喜欢谈的，也是最大的一个迷惑，就是他也谈爱，而且谈牺牲的爱，谈无条件的爱。那么这个部分就让人混乱了，是吧？基督教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贝雅，那么他呢就设身处地进入到新世界运动的群体里面，在里面一待啊就是15年，目标就是研究他们，看看他们背后到底是在做什么。结果发现有很多的家庭瓦解，而且同性恋游行、婚前性行为、婚外性行为被视为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这种思潮早就进入了大学，很多大学生的社团里面呢受到了这样的教导，影响了很多学生的价值观。我们现在要来谈一下新世纪运动，那它跟我们的基督教区别在哪里呢？第一个，瑜伽。瑜伽是灵性知觉运动的其中一个部分，全世界目前最大的一个运动，每一年都有瑜伽纪念日，几亿的人都开始在同一天来锻炼瑜伽。小伙伴们，你以为他们只是在运动锻炼身体？不是的，其实他们是在建立祭坛。瑜伽里面有一部分它的目标是叫做人向内发展，天人合一，所以发展出很多门派，健身瑜伽、蛇身瑜伽等等。开始做瑜伽的人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也会觉得很简单，只是一些普通的姿势。
比如倒立啊、静坐、呼吸，那它就会让你在呼吸和吸气当中去感觉身体里面发生的某些变化。接下来就要开始进入冥想了。那在这一步的时候呢，就是会控制你的思想，它会让你全神贯注的去凝视一件物品，比如说凝视钟表、凝视灯，然后呢，它会让你开始去背这个咒语，将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与它融合在一起。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说是可以治病的。所以很多练瑜伽的人开始以为是健身啊，没有想太多，可是到了后面呢，那个力量就开始动起来。原来他敬拜的是一个偶像，那个偶像叫做蛇神，而且呢还会听到幻听，听到方言，还会听到很多的歌声。所以在瑜伽的练习过程当中，它是很危险的，因为他所听到的歌声、方言、声音其实不是属于真正的神，而是异端的一种方言。那接下来会进入到观想。那大家知不知道观想是什么呀？观想就是用想象力去呼召东西，这跟我们的意象很像。比如说我现在很舒适，我坐下躺下，音乐现在响起，我就想象我走到一个森林，走到一棵树的面前，然后我就开始跟树去讲话，或者呢我走到某个地方去把耶稣召唤过来，跟耶稣说话。那这个呢叫做观想。小伙伴们，这个跟我们的内在医治好像很像但它是完全不同的。灵性知觉运动是会接触死人的灵魂的，会接触守护的天使。所以在灵性知觉运动的里面呢，它也会谈到灵魂出窍会谈到一些灵异的能力，也还会谈到前世今生等等。那么它会宣传说它很好，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你可以跟宇宙合一这时候你会想到我可以心想事成了。而且他还会说它帮助你成功致富、身体健康、医治疾病、解决你的婚姻、吸引你未来的配偶、找到你理想的另一半，还会将他的启示、灵感、直觉用于艺术、电脑设计、哲学、医学、教育等等。哇，小伙伴们听到这，你是不是也被他们吸引到了？你们有没有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《与神交谈》？那这本书是非常出名的。那这些呢，就是灵性知觉运动所通灵的鬼，或者称作邪灵引导人所写出的书。所以很多的电影作品、电视作品、文学作品背后的作者是灵性知觉运动背后不知道哪个宗教的灵，或者哪个异端的灵。年轻人也肯定听过海奥华预言，这个预言告诉你世界的起源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，又告诉你所有的宗教是怎么来的，其中包括基督教的由来，耶稣是谁，他有科学做背景的依据。所以年轻人非常喜欢这套理论。在海奥华预言里面说到，耶稣不是神，是第9维度的一个外星人，他曾经造访过地球，哈哈，真的可笑是吧？还有一个人也很出名，叫撒加利亚西琴，专门写史前人类学和地球学。他写了一系列科普作品，叫做《地球编年史》，销量超过2000万。他把圣经里的耶和华说成是尼比鲁星球来的苏美尔人的神，因为苏美尔在历史考古史上确实有国王是超过10万年、20万年的寿命，这就给基督教带来了极大的挑战。他认为耶和华神是安努、利尔和恩基的综合体。我们知道创世纪里宁录讲到他去建的那个城市就是安努之地，也就是堕落使者降临的地方。我们知道读了这本书一定会产生混乱，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属灵分辨。书籍畅销的背后都有不同的邪灵在帮助他们写作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些书籍都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很奇怪，这些书籍都会起来挑战圣经里我们的这位神耶稣基督。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催眠术。现代催眠术有很多的医治的功用，它可以减肥戒烟止痛等等，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邪灵的伪装。
催眠术在古代呢，邪术的一种，因为运作的不是那个催眠师，而是催眠师背后的邪灵。那现在很多的心理学治疗都会用到催眠。那我们在圣经当中也记载，祷告就可以得到医治，不是人在医治你，而是我们的那位神他亲自的医治你。那这就是通灵。所以古代的巫医很早就知道怎样去帮助人进入一种昏迷的状态，达到治病的目的。基督教有祷告并得医治。我们发现只要有真理存在的地方，邪灵一定要抄袭圣灵的工作。申命记18章10到12节说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，也不可有占卜的、观照的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、用迷术的、教鬼的、行巫术的、过阴的。那么什么叫迷术？迷术就是摄魂术，就是道教佛教里面所讲到的。摄魂术就是你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就可以让你听我的话。如果先知的动机不对，他叫你过来看他的眼睛，那他就开始掌控你了。所以我们小伙伴们要时时的去警醒和分辨。第一个，用想象力呼召耶稣，与我们邀请耶稣来那可不一样。想象力呼召的耶稣是我要他来，是含有私欲的，我要把他叫过来，相当于他要听我的话。而我们欢迎圣灵基督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是因为我们的身份就叫做神儿女的身份，所以我们的身份可以请求爸爸来到我们当中，但是来与不来是神的主权和自由。第二点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同的源头。如果我有私欲，我的源头就是欲望、欲念和贪心。相反，如果我作为神的儿子的身份来邀请神来，那是神来与不来是他的决定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发现，想象力的呼召基督不一定是真的。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讲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如果这招来的不是真基督，就是邪灵或者是魔鬼了。那这就是新世纪运动的方式，也叫做灵性知觉运动。目前在全球呢是非常流行的。那么通过这期节目，小伙伴们有没有对灵性知觉运动有更深一步的警醒和分辨呢？在这个末后的大迷惑的时代，我们要穿上属灵的军装，也要时时的去分辨。希望小伙伴们可以有更多的属灵开启和看见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订阅留言，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